也不是他就想这样。化人形需耗费妖力，他自从上次给蓝忘机输了一半，修为后元气大伤，虽然被蓝忘机好生养着，化人形也没有问题，但蓝忘机说什么也不愿意让他继续胡闹了。魏无羡曾纳闷道：“你不难受吗？”蓝忘机、魏无羡道：“我说不化人形，我怎么和你上床？你忍着不难受？”他动不动就将这二字挂在嘴边，似乎跟说什么时候去吃饭一样正常。蓝忘机也不像当年那般容易恼了，淡声道：“可以。”魏无羡急得挠心挠肺：“你忍得了，我可忍不了。”蓝忘机将他从袖子中拿出，放在手心上，捏了捏他的后脖颈。魏无羡命脉被控，只能老老实实的呜咽一声。他在手心里面求饶似的用自己毛茸茸的毛发去蹭了蹭那人温热的手心，发出舒服的呼噜呼噜声。蓝忘机唇角微勾，压了压斗笠的边缘，大步流星向前走去。店小二看了，后知后觉道：“哎，这个好像和你们刚才说的那位有点像啊。”“哪个？”“就那个白衣大侠。”一人不屑地摆摆手：“人家大侠是什么样的人，会和我们这些平民在一起？肯定是哪个虚荣的小子自己装的，就等着人家去巴结他呢。现在的年轻人，哎，等走到人烟比较稀少之地。”魏无羡迫不及待跳下来，转瞬化为了人形。蓝忘机只觉得一股力量袭来，等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被魏无羡禁锢在了树干和他之间。魏无羡一手挑起他的下巴，咬牙切齿笑道：“白衣大侠，好啊，今个我就玷污了你，看那些小姑娘怎么说。”他刚准备亲上去，却见面前人就这样睁着一双琉璃色的眼睛看着他，脸上平波无澜，身体依旧板板正正，霎时兴趣都没了。魏无羡提示道：“韩光君，你给点反应啊，不然我这样玷污你，太没意思了。”蓝忘机实诚道：“那该如何？”魏无羡：“我是玷污你哀，你应该呼救啊，应该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不让我玷污，不然多没意思。”蓝忘机想了一会，道：“很难。”魏无羡：“很难吗？”蓝忘机点点头。好吧，那我们换一下，让你来玷污我。话语未落，一股恐怖的大力袭来，魏无羡被压到树上，后脑勺不小心磕了一下，龇牙咧嘴起来。原本暧昧的氛围被这么一打扰，瞬间消弭于空气中。蓝忘机伸手去摸了摸那人的后脑勺，愧疚道：“抱，好，要抱抱，我抱，不对，抱我。”蓝忘机、魏无羡眨眨眼睛：“你说过的，你我之间永远不用说那两个词。”蓝忘机正待开口，就见魏无羡同人有些竖起，开启了警惕状态，心下了然，这是邪祟来了。魏无羡的瞳孔在平常是黝黑的，像亮晶晶的葡萄里面充斥着笑意，但一旦到了要警惕的状态，瞳孔是血色，瞳仁则变为一道竖线镶嵌在里面，配上这此刻有些阴沉的天色，竟是说不出的妖艳。魏无羡道：“来了。”西北方向，二人在下一秒一起起身，一个飞跃跳至一个山洞中。魏无羡的警惕状态未消，证明那只邪祟还未走远。但刚刚入洞中，二人又愣住了。墙壁上划得千姿百态，全是蓝湛，就跟狐狸当年指给他看的那面墙一模一样。魏无羡奇道：“怎么这面墙在这儿？他弄出来的幻境？”二人继续往里面走，突然听到一阵滴答滴答的声音，还有人痛苦的呜咽，就像是将人打伤，又不完全杀死，任由那人的鲜血一点一点的流干、流尽，感觉到自己的体力顺着指尖一点一点消逝，生命再也兴不起波澜。魏无羡露出了耳朵和牙齿，身后尾巴开始出现。能让九尾开出这样状态的，必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妖邪。魏无羡还待走近，就感到一块小石头扔到自己的头上。一个人怒道：“这是我的地盘，滚！”不光是他在听到这个声音后愣住了，蓝忘机也愣住了。点开微弱的火光一看，躺在里面的可不就是那个少年的自己。魏无羡、蓝忘机当年保存的身体确实是完美无缺，但是他不知道，在妖里面，特别是九尾这种重生的妖类，会带着自己死前的记忆，在原本身体上残留一些怨气。魏无羡原本以为这怨气早就散了，在乾坤袋里面的那一位已经死掉的小朋友也一直安分得很，没做什么妖。感情是还没到做妖时候，
这怨气还是等着有一天出来威风一把呢。魏无羡抱着手臂，好整以暇地看着那个少年的自己，浑身是血在那里摸爬滚打，嗤笑道：“好没用呐！”那怨气怒道：“你废话真多，听不懂话吗？让你滚！”魏无羡笑道：“滚什么？我还不能看看你了，没我哪里来的你？小朋友跟长辈说话要有礼貌。”这人明明说自己又是他，又说自己是长辈，辈分完全胡来。蓝忘机也只能闭口不言，眸光瞥向那怨气，心头隐隐作痛。蓝忘机道：“你如何了？”魏无羡然后才反应过来，问的是面前那位。魏婴道：“我如何要你管？”你等到看清蓝忘机的面容，惊讶道：“你是蓝湛？”“是。可是我们不是前几天刚刚见过面吗？那时候你也没这么大呀。”魏无羡：“都说了我是你的以后，他肯定也是以后的蓝湛啊，你这死狐狸能不能长点脑子？真给我丢脸。”魏婴啐道：“你个老狐狸不也是，都说我是你，你还自己骂自己，真是个蠢蛋。”魏无羡、魏婴转脸去看蓝忘机的时候，又换了一张笑脸，招手道：“蓝湛，你过来。”见蓝忘机还没有动作，拍拍自己身边的石板道：“过来啊。”魏无羡传灵石道：“无事，过去吧。算起来没过多久，怨气就该散去了。”蓝忘机坐在一旁，魏婴伸手过来拉了拉蓝忘机的手，再掐了掐他的脸，放肆笑了起来。“我就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够和你这个小古板再亲近一点，这下好，摸到了，太棒了。”笑着笑着，那怨气越发透明。魏婴摆着两条腿道：“真好，又遇见你了。悄悄告诉你，我喜欢你。”所谓怨气，就是当时之人憋在心里还未说的话罢了。少年时的魏无羡和蓝忘机分别之时，二人心中藏了多少话语未表达出来，至死也没见这一面，内心自然是憋屈的。没想到怨气出来，只是为了弥补当年的一个遗憾。魏无羡摇摇头，这也太荒唐了。等意识到一双干燥温暖的手附上来时，瞳孔恢复原本模样，但还是露出了耳朵和尾巴，扒在人身上不肯下来。哼哼唧唧道：“你对他笑。”蓝忘机无奈道：“那是你，我不管，不是现在的我，那就不是我。”“哎，听说了没？那特别邪门的那条山路，最近几天突然变安宁了。”“嗨，估计是白衣大侠又来了吧？”“可不是，有人路过时看见那大侠抱着一个黑衣人呢。”“道侣吧？他家道侣肯定也是个特别好的人。”也不知道多少年后，姑苏蓝氏最近邀请世家子弟去听课，云梦江氏那两个也去了。“什么？除了江城，魏无羡也去了？”“可不是嘛，谁知道是为什么？”少年拿着酒坛，扒上了云深不知处的墙，刚刚爬到屋顶，就看见一个面若寒霜的人拿剑横在了自己面前。少年嘿嘿一笑：“天子笑，分你一坛，当作没看见我行不行？”狐狸道：“要是真有下辈子啊，我真希望投胎做个人，早些和你在一起，也不用被世人这样诟病。”蓝忘机道：“会的，不管经历多少时光，多少蹉跎岁月，多少言语，何其有幸，一直有一个爱着他的人，在他身边陪着他，矢志不渝。”